人天生是健康的，疾病是不正常的，它是违背生命原则的，是消极思维的结果。如果你的思维与你的潜意识协调一致，你也就与你的天性完美的协和一致。如果你接受一些与之相悖的思想，这些思想纠缠住你，折磨你，让你担忧，随后给你带来疾病。如果你不断地用一些恐惧、愤怒、病态的想法来干扰你的身体，最后受责罚的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如果你仍然坚持这些想法，就可能会使你的生命受到残害。你的身体就是你思想的结果。在治愈疾病的过程中，你应学会从潜意识中获得动力，也就是学会排除那些消极的想法，如恐惧、担忧、焦虑、憎恨等等。它们对你来说都是你身体健康的破坏者，它们会摧毁了你的神经系统，并影响你的内分泌功能，最后破坏身体健康的平衡，让你陷入抑郁、忧郁中。而要从中走出并不容易，请每天晚上睡觉前及早晨醒来时，都这样为自己也为他人祈祷：我是健康健全的，我是强壮的，我富有爱心，我的内心是平静且平安的，我是幸福的。请放松并坚定有信心的祷告，不要在精神上强迫刻意。一旦脑海中出现恐惧、愤怒和嫉妒等想法时，请立刻做出相反的思维，要在心中肯定美好的想法。当这些成为你自然而然的习惯时，便会深深刻画入你的潜意识中，而你的祷告自然得到回报。但这样还不够，你还要学会在内心中面对，真诚真实的面对。要知道，你可以透过你的潜意识来改变你自己。让我们来听个故事吧。有一位年轻人，家中并不十分富裕，早年靠着家中存款及自己的胆识，买地投资建房，赚了人生第一桶金，以此为基础，也开始进军各行各业，生意做得顺风顺水，人生意气风发。朋友也常因他投资眼光精准而跟随他投资事业，过程中他也都战战兢兢，绝不做违背天理良心之事。年纪轻轻便达到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无法达到的高度，前途看似一片光明无阻，但他生命中的危机却也随即而至。就在整个社会经济欣欣向荣之际，却突然发生了金融危机，股市迅速下跌，投资人哀鸿遍野，各行各业也随即受到影响而出现萧条。时机不好，原本也就是低调度日就好，在家地丰厚下应该也没多大问题。不料与一群朋友共同投资以他挂名负责人的金融公司，在金融危机发生前未有效运用公司庞大现金部位，为了帮公司多赚取利润，便去买了大量的股票投资。不料在这场金融风暴下，让大部分的现金部位套牢，想卖都不见得卖得掉，以致公司陷入资金周转不灵。多家公司之前跟银行的借款，光每个月需偿还银行的庞大利息就压着他喘不过气来，他也就逐渐掉入焦虑、恐惧及担忧的深渊。过往跟随他投资的朋友们更是纷纷背弃他，要他负起责任来。银行电话都是来讨债的，来买土地的个个像豺狼，不断要他贱价出售。他每日都生活在痛苦的地狱里，夜不成眠。最后虽然靠着变卖他多年来积累的公司及资产还清了银行债务，但他也一切归零，而且陷入了重度忧郁症中。但都还清了所有欠款，为何还在忧郁中走不出来呢？因为他不甘心，他不甘心他多年积蓄化为空，因为他痛恨每个夺去他资产的人，个个落井下石，要他贱价出售。他更怨恨多年好友，发达时吃香喝辣，前呼后拥，落魄时背信弃义，划清界限，
事过境迁，但他的认知仍停留在最低潮时的自己，无法自拔，甚至自己的不甘愿、憎恨自己都认不清。朋友们，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，或是正陷于严重的忧郁之中，请先正视你自己的内心，平心去面对它，继而承认你现在还存在的情绪，承认你的失败，承认你不满足现状所以扩大投资，承认你内心的贪婪，所以想赚快钱投入过多的资金进入股市，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，承认你被物质世界的虚荣华丽所迷惑，所以找不到本心。只有真心承认，你才能真正的面对并臣服，臣服在宇宙的爱之下，感受宇宙对你的爱，并换个角度想，你要懂得感恩，感恩宇宙赋予你能力，让你尝到多数人一生都达不到的高峰，而你这能力一直都在。感恩那些你怨恨的人及背弃你的朋友，他们都是你的恩人，都是来帮助你此生开悟的。如果不是他们，你永远不知道家人对你的意义。如果没有他们，你以为你眼光精准是最了不起的。如果不是他们，你永远都在追求金钱的数字，当做你人生的目标，永远不满足。你得到的事实上比失去的还多得多。人生有很多值得你追求的，但恐惧、担忧、焦虑及憎恨绝对不是。怨恨只会不断给自己压力，浪费自己生命能量而已。人生不过是一场戏，所有的金钱、光鲜亮丽的物质都是道具。你身边认识及不认识的人都是演员。宇宙依每个人的情况，给予你不同的剧情及角色，为的是让你从中体验及感受，借假修真，目的是让你觉醒，而不是入戏太深。外在的物质世界都有消失的一天，只有内在的心灵是永恒的。如果你已受恐惧、担忧、焦虑及憎恨所苦，甚至他们已侵害你的身体，请赶快清醒，这是宇宙给你的礼物，这是你觉醒的最佳时机，不能再等待了，不能让它成为无底深渊